一觉醒来，我被抽中参与怪谈直播，只有活到最后的人才能离开游戏，输掉的人会被抹除。规则1：待在卧室时，任何人叫你都不可以回答。规则2：记述日期的午夜12点，要去看客厅的窗户。规则3：床底传出声音时要去查看。规则4：家中多出陌生人时，不要去看他的眼睛。规则5：冰箱的门不可以打开。规则6：家中出现流浪动物要立即投喂。规则7：不要和哥哥交谈，不要相信哥哥的话。请每个游戏宿主遵守上述规则，但是并非每个规则都正确，请宿主仔细分辨。直播开始，我要在家中待满7天，期间家中发生任何异变可以找地方躲藏，但绝不可以走出家门。我睁开眼睛，已进入怪谈游戏的世界。床边是一面窗户，外面漆黑一片，大雨不停地浇下，这样的环境真是压抑。总之，先要活下去。突然，手腕传来滴滴的声音，是一块黑色的智能手表。通过手表可以看见其他同样参加游戏的选手情况。手表屏幕上不停有弹幕闪过，这就是游戏内部，灯光闪来闪去，好恐怖！要坚持到最后。我们不想死。我关闭手表声音的同时，门外响起上楼的脚步声，脚步声很慢很沉，踩的木质楼梯发出吱呀牙酸的声音。下意识我屏住了呼吸，谁知道走上来的是什么东西？脚步声停在了房间门口，突然响起中年妇女嘹亮的叫声：“小将，你睡了一个下午，醒了没有？快点下来吃晚饭。”这个声音很像我现实中的亲妈，下意识的就想回答。她用力敲打房间门，力气大的要把门敲烂。快点说话，你醒了没有？我没有回答，紧紧地闭着嘴巴。怪谈规则第1条：待在卧室时，任何人叫你都不可以回答。外面的人用力砸了一会门，见我一直不回答，骂骂咧咧离开了。我擦了把冷汗，才敢慢慢地恢复呼吸。手腕的手表亮起了红灯，有参加游戏的选手被淘汰了。规则：怪谈游戏是24小时不间断直播。手表小小的屏幕上塞满了弹幕，老子要被吓尿了，还以为门会保不住。外面的东西肯定不是人吧？这声音真像我妈，还以为我妈要冲进来揍我。我看了一眼死亡选手的淘汰回放，和我一样是个妹子。妹子一直害怕地缩在床上，听到妈妈的叫声和丧心病狂的敲门声，忍了一会，还是轻轻地答应了一声。随即门外的声音全部停止，卧室里闪烁的灯光熄灭。她尖叫一声就被门外的人拖进漆黑的走廊深处。在游戏中也会有饥饿感和疲倦感，在这种环境里一定要保持好体力状态。我透过房门的缝隙，确定没有东西躲在外面，才打开房门，走下阴暗狭窄的楼梯，去吃妈妈为我们准备好的晚餐。客厅中没有开灯，而是点着几根惨白的蜡烛。穿着围裙的妈妈向我解释：暴风雨天气，客厅里电闸跳了。她转过身，目光诡异地盯着我。小将，陪我一起出去看看，看能不能修好。我立马摇头，不行，我怕黑，晚上不敢出去。我很清楚地记得游戏总则，在家中待满7天，绝不可以走出家门，离开这间房子会死。妈妈盯着我好一会，才扭过头埋怨：真没用，一点忙也帮不上。等食物摆上餐桌，光线幽暗的客厅里又走出2个人，无声地在餐桌边坐下。一个是戴着眼镜的高瘦男人，应该是我的爸爸，还有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青年，帽子盖住了他大半张脸，只能看见他没有血色的皮肤和清瘦的下巴。这一个应该是规则中提到的哥哥，不要和哥哥交谈。但这个幽灵般的哥哥从头到尾没有露出过脸，也没有要和我说话的意思。我收回视线，看着碗里颜色奇怪的肉，我一点胃口也没有，还想吐。桌上只有安静进食的声音，没人管我。我悄悄抬头环顾客厅布置，靠近门口的位置放着一个冰箱，冰箱里可能有其他食物。我记得规则中写着不要打开冰箱，但怪谈游戏的规则有些是对的，有些是错误的。冰箱到底能不能打？这得用命去试。